OK，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莎莎 Sharky， 非常感谢你的喜欢，希望你可以睡个好觉。然后接下来呢，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不怕，我为你点亮灯塔。然后大家困了，就可以准备睡了。开始。我是一只猫，一只拥有超能力的猫，你可以叫我小水手。我最好的朋友麦琪麦卡伦小姐是灯塔看守人，我们一直住在卡里克港灯塔里。卡里克港的人一直把麦琪小姐当作他们的骄傲，他让那盏大灯一直亮着。他们说他没有疏忽过任何一个夜晚，要是没有他，很多船只就会撞上礁石，断成碎片。麦琪小姐和她的灯拯救了无数条生命。船员们也会经常驶到灯塔附近，向麦琪小姐鸣笛感谢。不过卡里克港的人们低声说道，住在灯塔里并不好受，他一定孤单极了。他们并不知道我的存在。我拥有一项特别的能力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我都能隐身或者现身。这件事非常有趣。我喜欢灯塔的白天，但是我更喜欢夜晚。当太阳坠入海底，黄昏笼罩海面的时候，我们的工作就开始了。麦琪小姐会和我沿着50级的台阶往上爬，一圈又一圈，直到塔顶。她会做好一切的准备工作，然后点亮这座巨大的灯塔，以便它的光芒能穿过海上的黑暗，向船只发出警示。我默默地看着这一切，并牢记在心里。麦琪小姐摸了摸我，我想你都能自己打理这座灯塔了吧，小水手，你一直都很聪明。是的，我知道。灯塔里时不时会出现一些花钱来参观的访客。想象一下，我会先隐身，然后想法子捉弄他们，发出低沉的呼噜声，或者轻轻挠他们的脚踝。有时我甚至会拽开他们的鞋带，或者从他们张开的口袋里抽走手帕。看看他们的表情，多有趣啊！如果麦琪小姐看到了，就会对我皱一下眉头，我便乖乖的不再捣乱。一天，在我隐身的时候，有位先生踩到了我的尾巴，我忍不住发出了尖叫。访客们四处张望，有人害怕的小声询问，什么声音啊？麦琪小姐安抚他们，有时乌鸦会落在灯塔上，发出一两声尖叫。听了麦琪小姐的解释，大家都恢复了正常，除了我的尾巴。就这样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访客来来往往。这天，麦琪小姐的侄女西西库里来灯塔拜访。我觉得她有点傻乎乎的，因为暴风雨即将来临，
他应该早点离开的，但现在天已经黑了，外面的风在呼啸，海水撞击岩壁，发出恐怖的咆哮声。现在西西不得不留下来过夜了，我怕他像其他来访者一样对我大惊小怪，所以选择了隐身。西西啊，麦琪小姐说，我该去点灯了。她让西西留在厨房，坐在炉火旁等待，并给了她一杯热可可。然后麦琪小姐就匆匆和我踏上了通往塔顶的台阶，一圈一圈又一圈。糟糕，麦琪小姐走得太急，被第30级台阶绊倒，站不起来了。我的脚踝，她痛苦地喊着，我可能扭伤了，西西。她大喊，西西，来帮帮我，西西。但是风的尖叫声和海浪拍打声盖过了她的呼喊声，西西没有听见。我贴了贴麦琪小姐的额头，然后匆忙现身，跳下台阶去叫西西。哦，天哪！看到我的西西很惊讶，麦琪姑姑竟然有一只猫。她小心翼翼地摸了摸我，我得让她明白发生了什么。于是我站在台阶上面来回奔跑，尽可能的大声喵喵叫，跑上去，跑下来，跑上去，再跑下来。求你了，求你了，西西，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？终于，他明白了，跟着我走上了台阶，再上，再向上，一圈，一圈，又一圈。他总算看到了麦琪小姐。天哪，麦琪姑姑，抓着我，我带您下去。麦琪小姐喘着气，现在不行，孩子，赶紧上去点亮灯塔，船只们随时都会遇到危险的。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点灯。西西刚开口，麦琪小姐就打断了她的话。赶紧去吧，小水手会告诉你怎么做的。您的猫？是的。我领着西西走完剩下的台阶，到达了塔顶。整座灯塔似乎都在暴风中摇晃。那个巨大的信号灯静静地立在那儿，黑漆漆的。我知道该怎么做。我在火柴和灯芯之间来回跳跃，用爪子碰碰火柴，再指指灯芯。西西最终明白了。哦，谢天谢地！西西点燃了灯芯，灯塔苏醒了，它划破黑夜，发出了警示的光芒。你真了不起，西西对我说。我觉得他也很棒。完成任务后，我们赶紧下去看麦琪小姐。灯亮了吗？他问道。亮了，西西说，现在我们可以来照顾您了。西西扶着麦琪小姐进了厨房，把冰毛巾包在了她的脚踝上。风在墙外呼呼作响，
西西不得不提高嗓门儿。暴风雨一过，我就去请史密斯先生，我可以留下来照顾您，也能帮忙点灯。您那只了不起的猫已经告诉我该怎么做了。不过它现在怎么不见了？它跑哪儿去了？哦，它呀，它就在附近。麦琪小姐对着隐身的我微微一笑。有时啊，它喜欢突然消失。我想我是挺了不起的，但谁又愿意普普通通的呢？